天下俊杰，生来便为我玄冥一族侍工养料。3日后，全域开启狩猎，收揽世间所有青年修为。万千血肉会员，玄冥勇士场上。保持好呼吸节奏，吸入清气，吐出浊气，清气中蕴含灵气，灵气入体方能强健血肉，温养丹田。你们都是林家未来的希望，若未能觉醒灵根，这辈子便与长生大道无缘。仙凡永隔，天上地下，都给我用心体会。宁为乞丐，不为人奴。我一定要改变这世世代代被人践踏的命运。小畜生，地擦得这么慢，喘气倒是挺有规律呀。王管事，小的昨夜没睡好，干活慢了些，这就加快速度。还敢装蒜？你真当老子眼瞎吗？你这卑贱的奴才，竟敢偷学主子们的吐纳心法！你这是僭越，是死罪！王管事，这等下贱胚子也妄想修仙，真是脏了本少爷的眼睛，赶紧处理掉，别耽误了我们体会灵气。林少爷息怒，老奴这就办了他。来人，把这偷学心法的小畜生拿下！按照林府规矩，打断手脚扔出林府。小子，下辈子投胎放亮眼睛，奴才就该有奴才的觉悟。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力气？一起上，废了他！找死！骨头还挺硬，老子倒要看看，打断手脚你还能不能这么凶？妖兽，救命啊！保护公子小姐，结阵！别过来，别吃我！小白，这是给我的。谢谢你，小白，接下交给我吧。你竟然真的觉醒了灵根，这不可能！管他觉不觉醒，林府绝不留这种失主的祸患。结阵，杀了他！太玄门上仙降临，林府上下速速跪迎。免礼。林府今日这般凌乱，成何体统？上仙恕罪，府里出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奴，惊扰了上仙，老朽这就让人将他处理掉。罢了，我此番前来只为检测灵根，休要拿这些俗事耽误我的时间，将感知到灵气的子弟叫上前来。是。林元、小雨，快上前来！中品火灵根，下品水灵根，资质不错，可入我太玄门。站到我身后来。谢上仙赐缘。下品金灵根，勉强合格。多谢上仙。入列吧。某些个奴才，别以为走了狗屎运，觉醒了灵气就能翻身。没有仙门引路，这辈子也就是个力气大点的莽夫。大胆奴仆，上仙面前岂容你放肆？还不赶紧滚下去！启禀上仙，小人也已感知到灵气，斗胆恳请上仙检测灵根，追寻长生大道。你一个奴人，竟也有这般胆色！我太玄门有教无类，只要有灵根，便可斩妖除魔。去。五行灵根全都是中品，这等均衡的资质，百年难遇。好，你叫什么名字？回上仙，小人叶林。从此刻起，你不再是奴籍，你是我太玄门正式弟子。谁若敢动你分毫，便是与我太玄门为敌。
不，他是个奴仆，他不配，我要杀了他！放！太玄门弟子，也是你等凡夫俗子能指染的。叶师弟，随我登舟吧。只要有他和小强、小白在，太玄门我必能站稳脚跟。叶林，以前林府对你多有苛决，这把剑送给你防身，就算是我们林家对你的补偿。大家以后都是同门，希望你能放下怨恨。无功不受禄，大小姐的补偿叶某高攀不起，借你留着自己用吧，别挡着我修炼。你不识好歹！必须是魔门阵法，所有人抓紧！太玄门的小崽子们，都乖乖成为老祖的血食吧！幸好有灵气护体，否则这100米高空摔下来必死无疑。这几个灵根太差，吸干了也没多少灵气。小家伙们，别藏了，老娘的宝贝蝙蝠已经闻到你们鲜美的味道了。抓到一只小老鼠。还挺刚烈，这气血旺盛的程度简直是极品补药。小子，跟老娘回去，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去地狱里笑吧！什么鬼东西？斩草除根。魔门妖孽，敢劫杀我太玄门弟子，拿命来！哼！这魔修是你杀的？回长老，这妖人想要抓我，似乎是大意之下被非洲残骸的阵法反噬，小人趁机补了刀。好胆识，好心性，遭此大难而不乱，面对妖邪敢亮剑。你叫什么名字？弟子叶林。叶林，从今日起，你便正式入我太玄门。这修仙界残酷无比，希望你能守住这份坚韧，大道可期。没有，怎么会没有？小雨，林小雨！林师姐，节哀。我们已经搜遍了方才魔修留下的痕迹，小雨师妹她恐怕是被血影教的妖人掳走了。掳走？那些魔修抓他能做什么？魔门中人修炼邪功，最喜抓捕身具灵根的处子，落入他们手中，只怕是生不如死。小雨，姐姐来迟了，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修仙界远比凡间更残酷，弱者连掌握自己命运的资格都没有。你为什么还活着？林家所有人都死了，小雨也被抓了，为什么偏偏你一个连修为都没有的奴仆毫发无损？是不是你勾结魔门，出卖了他们？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命硬。至于你妹妹被抓，是因为她太弱。你若有本事，该拿剑去指着魔修，而不是在这里对着我吼。你个低贱的奴才，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杀了你！放肆！小心，你太冲动了。血影教蓄谋已久，连引雷阵法都用上了，岂是他一个凡人能左右的？他若真勾结魔修，刚就不会冒死斩杀那名炼气中期的妖人。可是师叔，他只是个凡根奴仆，怎么可能反杀魔修？这其中必有蹊跷。小子，给你测灵的弟子已死，今日老夫便亲自为你重测灵根，不仅可以证明你清白，也是做入宗的登记。但凭长老做主。把手放上去。
放空心神。金木水火土五行光芒同样耀眼，这是五行中品灵根。好一个五行中品灵根，百无禁忌，修行坦途。你看到了吗？此等资质，太玄门百年难得一见。他若勾结魔修，魔修早就将他带走了，岂会留他在此？你不仅资质上佳，更难得的是心性坚韧。这5枚聚气丹，全当是你遭此无妄之灾的补偿。服下它，早日踏入炼气1层。谢长老赏赐，叶林定不负宗门栽培。太玄门，长生大道，我叶林来了。林师姐，您喝口热茶暖暖身子。那魔修猖狂不了多久，等咱们在太玄门站稳脚跟，定帮你把小雨师妹救回来。多谢师姐，您别难过了。要我说，那个叫叶林的奴才也是命大。不过，就算他测出了中品灵根又怎样？骨子里还是个低贱的下人。到了宗门，一样是个伺候人的命。敢问师姐，方才听闻太玄门内有诸多仙锋，不知这各锋之间有何不同？你这小师弟倒是勤学。我们太玄门外门以上，需择一仙锋拜入。比如雷林锋主修雷系法术，杀伐第一；灵剑锋专修剑诀，攻击最凌厉。那可有擅长培育灵兽的地方？自然是有的。灵兽峰便以饲养和灵虫闻名，不过那地方修行资源耗费极大，寻常弟子可养不起那些吞金兽。虫皇古界内自成空间，能加速灵虫变异。只要能进入灵兽峰，我便能名正言顺地培育小强和小白，这才是我跨越阶层碾压天骄的最大底牌。喂，小子，别以为长老赏了你几颗丹药，你就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到了太玄门，规矩多得很，以后见到我们这些世家子弟，记得把头低下来，懂吗？滚！再往前走半步，我把你的骨头一寸寸捏碎，信不信？都肃静！前方即将抵达太玄门外门广场，准备降落。入宗规矩，任何人不得例外，先过照妖界，胆敢心藏魔气妖气者，杀无赦。该死！太玄门的狗贼，老子跟你们拼了！区区蝼蚁也敢放肆！灭！好重的妖邪之气！妖孽现形！给我稳住！虚影消散，妖气全无。难道是刚才诛杀魔修时，照妖镜阵法受了干扰，产生了残影？虚惊一场，五行灵光纯正，你过关了，去领玉牌吧。小师弟，好胆色啊！面对管事威压，竟然能站着不动。来，挤出一滴血，滴在玉牌上面，以后你就是太玄门杂役弟子了。这是你的身份物资：一个乾坤袋，一套臂杖法衣，一把玄铁剑，还有太玄门规与基础吐纳诀。多谢师兄指点。不知宗门对杂役弟子有何考核要求？考核？哼！太玄门不养废物，宗门以烈马之力来丈量法力。你有1年的时间，若不能突破炼气1凝聚出一批烈马的法力，就会被直接废除仙籍，没收法衣，强行遣返回世俗。这是我这辈子穿过最贵的衣服。从今天起，我不再是谁的奴仆。小强，替我护法。今夜
我要冲关。该死，这药力太猛了，经脉快要撑不住了。这古剑居然能吸收多余的灵气！这是古界里的空间，比那个什么乾坤袋大了几百倍。主人，你终于进来了。小白和小强在沉睡中已经领悟到了完美隐匿气息的重除秘法哦。完美隐匿，太好了！有了这空间和隐秘秘法，这就是我最大的底牌。凡饲养妖兽、妖魔且为登记册者，轻则废除修为，重则当场诛杀。太玄门规森严，小强和小白虽然能隐匿，但若长期见不得光，我如何能打造虫丛大军？必须考取灵兽峰的高级杂役，只有拿到合法饲养灵兽的身份，我的虫群才能光明正大的出现。此人明明连炼气1层都未到，这股肉身气血竟比我还强悍。哎呦，这位兄弟，看你这精气神儿，简直是人中龙凤啊！在下王长生，家里做一点点小生意，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大玄王朝，宋凌天、叶林，祖辈皆是奴仆，侥幸入门，二位见笑了。奴仆出身，却被分配到这顶尖世家子弟的甲字号元落，这小子绝对有天大的靠山或者深不可测的底牌。相逢即是缘，今日中午，胖爷我做通，咱们去聚元阁好好搓一顿。聚元阁，酒楼，只要有这玩意儿，在仙门里，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有。在凡尘，有钱能使鬼推磨；在仙门，有灵石一样能呼风唤雨。这便是仙门。拨开长生的外衣，与凡尘的阶级又有何合？好，长生兄盛情，叶某岂敢不从？王少爷，请用膳。这些被称为上仙的女修士，此刻却为了几块碎银石的赏赐，甘愿沦为权贵的玩物和侍女。不管在哪个世界，弱小就是原罪。不掌控绝对的力量，哪怕身具灵根，也依然是任人揉捏的蝼蚁。叶兄好胃口，这铁甲牛的后腿肉坚韧无比，你竟连骨头都嚼碎了。宋凌天，13殿下，胖爷我最近刚练成一招，敢不敢接我一记掌心雷？就凭你那不入流的法术，来。我去，你这怪物！行，你拳头硬，以后你当老大，叶老弟当老三，咱们3个今天就结拜，成立个长生会，以后在这太玄门横着走。承蒙2位看得起，长生会算我一个。你的肉身到底是怎么练的，竟能硬扛我灌注法力的剑气？我的妈！叶老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2个月前你连剑都没摸过。这还远远不够，长生路上我要做的不是陪练，而是主宰。
老三，你这进步速度，胖爷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什么上古大妖转世。只是比别人多流了点汗罢了。老大，你今日剑法中似乎带着一股平日没有的戾气。出大事了，回宿舍再说。昨日寻龙山脉地窟巡逻队遭到魔道与地魔一族的联手伏击，带队的筑基期修士战死，50名炼气期弟子无一生还，我们太玄门损失惨重。什么？地魔？那帮只知道吃人的怪物怎么会和魔道联手？完了完了，这他妈是要爆发仙魔大战啊！不止如此，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血战，宗门高层决议修改门规，彻底放开同门私斗，除了不能伤及性命，一切争端凭实力说话。我们私斗放开，那我们这些没背景的底层弟子，岂不是要被那些世家老生当成肥羊宰割？这是把我们当蛊虫养啊！丛林法则嘛，太好了，温室里可养不出吃人的狼。门规一变，这死水一潭的太玄门就要彻底洗牌了。老二，借我10块灵石。干嘛？你这怪物还要买什么装备？我要冲关。另外，老大，灵兽岭高级杂役的考核到底看重什么？灵性，能与灵虫、妖兽沟通的绝对灵性。只要通过考核，你就能脱离炮灰的命运，获得宗门庇护。丧钟长鸣，局势彻底恶化了。大争之势，不进则死。没有实力，我们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我必须立刻突破。死亡的阴影已经悬在头顶，不能再等了。主人，你的情绪很焦躁。小白、小强，接下来的路是生是死，全看今朝。助我一臂之力！给我破！奴才就是奴才，一辈子都只能跪着。蝼蚁，受死吧！叶灵绝不再做任何人的奴隶！给我开！炼气期，终于轮到我做局了。这就是炼气1层的法力，好穷悍的感觉。隔空摄物，果然神奇。剑来！灵虚虚度，隔空摄物，居然都如此轻松。我体内的法力消耗微乎其微，这绝不是一匹烈马的法力能做到的。恭喜主人成功踏入炼气1层。小白，帮我测试一下我的法力到底有多少烈马，我感觉不太对劲。好。主人现在大约有2.4头烈马的法力，这已经超过了刚踏入炼气2层的修士。怎么会这样？难道是之前吃的珍珠药力彻底爆发了？珍珠只能改善灵根，主人法力强横，很可能是因为虫皇之体，圣体作为夺天地造化的体质，法力比同阶浑厚非常正常。这只是个开始。2.4马之力，同阶之内，我必无敌。疯了！门派竟然鼓励我们当强盗去抢同门，一旦成为杂役弟子，时时刻刻都有被抢的风险。这还修什么仙？鼓励正等加剧内卷，没有实力，在这里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叶师弟，恭喜你3个月内突破炼气1层，成为正式杂役。另外，你申请的灵兽峰高级杂役考核就在后天，切记准时前往，迟到视为弃权。
多谢师姐提醒。因为新发布的鼓励规则，这是你的门派奖励：10枚下品灵石以及下品法器蓝红飞剑。你可是第一个拿到奖励的呢。10枚灵石加飞剑，干2年杂药都换不来啊！这小子简直是个移动的宝库。这剑正合我意。走，去传功阁练功法。御剑成风，而且我飞了这么久，丹田法力依然充沛，恢复速度极快。新门规简直是为我量身定义，比我境界高的不能挑战我，同境界的我能碾压。不知几位师兄所谓何事？叶林，5行中品灵根，今早刚领了10枚灵石和蓝红剑，听说还有1瓶玄灵师叔赐的聚灵丹。小子，被我们黑沙会盯上，算你倒霉！乖乖把灵石、丹药和桑剑交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交出宝物！你们想违反门规强抢？我们当然遵守门规。李磊，这小子的修为才炼气1层，正好配得上你的挑战权。杂役弟子李磊今日消耗挑战权挑战杂役弟子叶灵，望执法堂前来公正。想拿我当肥羊，你选错人了。执法堂第17小队前来公正，双方皆为炼气1层，挑战符合门规。挑战双方间隔3丈，决斗开始。小子，你的飞剑归我了！这不可能！承让了，师兄。你废了我的修为！叶林胜，叶林有权从败者储物袋中任选2件战利品。你的法力强度绝不只有炼气1层，你是否隐瞒了真实修为？他绝对作弊了，执法队必须严惩。师兄明鉴，在下曾在凡尘间误食过一颗奇异的珍珠，应当是天才地宝，因此法力比同阶稍显浑厚，这并未违反门规吧？原来如此，吞服天才地宝确实不算违规，挑战结果依然有效。黑沙会还有人要继续发起挑战吗？叶师弟，天才地宝只能让你嚣张一时，今天我们黑沙会认栽，我们走。抢人不成就想走，想得美。叶林，你还想干什么？难道你要越阶挑战我？我可不傻，我不挑战你，但我有权挑战你身边的这2位师兄啊。2位师兄，不想变成废人的话，也可以商量，一人交20块灵石或者1件法器，只要钱到位，我这人心胸宽广，绝不计较。挑战权留着才是最大的威慑，反向勒索，这才叫发财之道。不交钱，今天你们的丹田就得留在这儿。叶林，你敢当众勒索我黑沙会？周师兄，救命啊！我不想变成废人。哭什么？你们有点骨气行不行？上去跟他打！他只有1次挑战权，大不了1换1。放屁！丹田被废的不是你，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初说好带我们发财，先让我们送死。我宣布，我退出黑沙会，我也退出，就执法队师兄有庇护。你们这2个叛徒，找死！周师兄，你今天让黑沙会威严扫地，回去必定死路一条。不如你也退出黑沙会，直接向执法队举报你们的罪行，甘当污点证人，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狗命呢。你见过任师兄。今日之事我已知情。叶林，你很不错，够狠辣也够聪明，善于利用规则，是个有前途的苗子。会长，这小子欺辱我们黑沙会，请您出手诛杀此贼！闭嘴！对。叶林，
我给你一个机会，加入我黑沙会，以后为我办事，我保你在太玄门资源不愁，助你登天。这种高高在上的俯视，这种主子施舍奴才的语气，我最和谐。多谢任师兄抬爱，但在下对黑沙会没有任何兴趣。哦，嫌庙小，还是不愿与我们同流合污？在下只是不喜欢给人当手下罢了。不喜欢？有趣。叶林，我记住你了。从今天起，周勇，你被逐出黑沙会，滚！我命由我，后天领受封考核，我必须一飞冲天。叶师弟，我们已经退出黑沙会了。两位师兄，虽然你们退出了黑沙会，但咱们刚才的恩怨还没有了结呢。懂，我们懂。这是20枚灵石，就当给师弟压惊。我这儿也出20枚，求叶师弟大人有大量，把我们当个屁矿了吧？好说好说，我叶林向来宽宏大量，以后欢迎经常来挑战我，赢了我的灵石都是你们的。不管到哪儿，捞钱绝对不能忘。修仙更是个烧钱的无底洞。不敢，打死也不敢了。年轻娃子儿，贪心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前辈此言何意？这五行还原诀残缺不全，要练此功必须吞噬巨量五行之气。一旦五行失衡，修行此法的人，轻则经脉尽毁，重则当场爆体而亡。前辈，晚辈拥有五行灵根，这门功法对我而言是无可替代的契合，我想试试。既然你执意找死，老夫也不拦你。不过，若想活命，建议你去杂类区挑一门断体术，爆体而亡的概率会低一些。多谢前辈指点。五行金刚功需将五行之气强行灌入皮肉，过程犹如千刀万剐。你这小娃娃倒是够狠。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晚辈不怕痛，只怕弱。这位小哥，可是要买些成品的灵草？咱们这儿100年份的赤雪参刚到货。不买成品，给我来500颗五行灵草的种子。金木烽火土，每种各100颗，要最便宜好养活的。那种子不值几个钱，总共30枚灵石。杂草枯萎。主人，要种好吃的了吗？小强，快干活！先用10枚灵石试试水印。主人，这里的灵气浓度被放大了数百倍，长出来了，长出来了！停了，就这？主人，灵气耗尽了。如果要将这500株灵草培育到100年年份，至少还需要数千枚灵石。数千？我把命卖了也凑不齐，这下亏大了。30枚灵石打了水漂。主人，这剑草好香，我能吃一口吗？吃，随便吃，反正也长不大。好。小白，你怎么了？小白！小白，你没事吧？主人，我没事。这灵草虎姐所做造过，里面的五行之气极其精纯，我感觉我的灵甲比以前坚韧了整整1倍。我懂了，武器的真正作用根本不是培育灵草拿去卖钱，而是种出这种变异灵草，直接用来强化灵虫。既然灵虫能吃，那我也能用来淬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拼了！哼！小白、小强，把其他属性的幼苗全拔了，所有灵气全部用来催生金属性的利剑草。五行金刚功，来吧！太玄门黑沙会想把我踩在脚下。
好一个无形金刚棍！哈哈哈哈！肉身如铁，非剑难伤，这极限的痛苦值了！灵兽峰考核开始了，我的翻身仗就在今天。哟，这不是那谁吗？区区一个刚突破炼气1层的厨儿，也敢跑来参加灵兽峰的高级杂役考核？师兄，你可别小看人家，说不定人家是抱着捡漏的心思来的。咱们这500-600人里，炼气1层可真是不多见啊！灵兽峰考核综合通过率不足1/10，就这修为，怕是连第1关都撑不过去。趁早滚回去扫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一群井底之蛙，等考核开始，你们就会知道，到底谁才是笑话。拜见张管事。免礼。时辰已到，宣读规矩。4时已到，未到场者自动失去考核资格。本次灵峰高级杂役弟子考核规矩只有1条：服从命令，违令者严惩不贷。这股力量怎么可能这么强？小强、小白还在，只是古界的气息被彻底锁死了。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强者，竟然能让古界自动开启最深层次的防御伪装？拜见峰主。这就是结丹期吗？随随便便一个念头就能把我碾成肉泥。总有一天，我也要踏上那个境界，把命运绝对掌控在自己手里。天哪，竟然见到了七号仙子！为了她，我死都愿意啊！只要能留在灵兽峰，只要能离仙子近一点，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陆静，刚刚我已经观察了你们所有人，在峰主离开后，10息时间已过，凡是刚刚没有及时清醒，现在还沉迷于幻想中的人，定力极差，心性浮夸，根本不配加入我灵兽峰。从此刻起，你们全部失去继续考核的资格，给我滚！凭什么？你连考核都没宣布开始就直接淘汰我们，这不公平！对，不公平！青瑶仙子魅力天下无双，我们多看2眼怎么了？兄弟们，他这是故意刁难我们，跟他要个说法！一群蠢货，敢在筑基强者面前亮兵器，真是嫌命长了。不公平！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灵兽峰撒野，找死！规矩就是我定的，还有谁觉得不公平？站出来，宣读通过第1关的名单，不在名单上的人，带着这几个废物，立刻滚出灵兽峰。李月儿、王桂英、张娇花、叶琳。第1关只是测试你们的心性，接下来是第2关。忍耐力考验。作为灵兽峰的弟子，与灵兽灵虫打交道，忍受他们吃喝拉撒的恶臭是基本功。这第2关，只要你们能在屁屁虫的气味中坚持20息，就算通过。
所有人不得屏住呼吸，必须保持正常呼吸频率，违者直接淘汰。我杂役出生的什么误会没见过，就这也算考验？救命！我要死了！此子竟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好可怕的忍耐力，好沉稳的心性。急！第2关结束，未通过考核者立刻带着你们的呕吐物滚出广场。很好，你们能撑过这地狱般的恶臭，证明你们有资格留在灵兽峰。但杂役只是起点，想要成为高级杂役，获得灵兽峰的倾力培养，你们还必须通过最后一关的考验——灵性沟通。最后一关不用法力，不用武力，仅凭你们的灵觉去驯服一只屁屁虫，让它乖乖跟着你们绕广场跑一圈。提醒你们一句，这些虫子现在脾气很暴躁，如果沟通失败激怒了它们，后果你们刚才已经尝过了。最后一关驯虫考核，现在开始。虫兄，不，虫大爷，只要你乖乖跟我跑一圈，这块下品灵石就是你了，怎么样？我的眼睛好痛！区区一只低阶灵虫，给我乖乖听话，站！低阶灵虫没有智慧，只臣服于血脉压迫，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上位者。啊！凭什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就是恶魔，到他那里就成了宠物？这不公平！恭喜你们，从此刻起，你们便是我灵兽峰的高级杂役弟子。你们吃过的苦，忍受恶臭，都将成为你们通往强者之路的基石。为了奖励你们的表现，刚才陪伴你们考核的这只屁屁虫，就作为私人贺礼赠予你们。这可是我精心培育的变异品种，无论是用来提炼毒气还是炼丹，价值都不下数十块灵石。多谢张管事。叶灵出列。在本次考核中，叶灵无论是信性、忍耐力还是驯虫天赋，皆是断层第一。因此，我决定给予他额外的奖励，这里面是30枚下品灵石。希望你入我灵兽峰后，勤勉修行，不要辜负了你的天赋。弟子叶林绝不辜负张管事栽培。有了这笔资源，我的五行混元诀就能彻底发力，小白和小强也能迎来一次疯狂的进化。高级杂役的资源已经到手，黑沙会还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天骄们，接下来该让这太玄剑彻底洗牌了。高级杂役弟子悉知，每3个月需山椒价值60贡献点的灵兽产物，若3次未达标，直接褫夺身份，贬为普通杂役。60贡献点，普通杂役只需20点。这灵兽峰的考核果然苛刻。当然，只要完成基础任务，多余的灵兽产出皆可自行变卖。曾有弟子养出变异冰灵珠，在坊市卖出500枚灵石的天价。此外，各位可凭玉牌前往灵虫阁免费领取1次虫卵。500枚灵石，修仙之路，才履法地，没钱寸步难行。这灵兽峰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聚宝矿。我打算选大力蚂蚁，2星难度，产出乙酸，好养活，基本任务肯定能混过去。对，求稳才是王道，养死了可就得自己掏腰包买虫卵了。规矩都懂吧？自己看册子挑。灵虫阁只免费提供1次虫卵。有话说在前头，养死了别来我这儿哭。多谢前辈提醒。血蚕饲养难度5星，收益榜首，产物血蚕丝，炼制极品法医核心材料。前辈，晚辈想要领取血蚕卵。小娃娃，你莫不是疯了？血蚕身娇体弱，胃口极刁，非带着晨露的嫩桑叶不吃，且必须生活在极寒冰窟之中。别说是你们这些新进杂役，就连许多内门弟子都养不活，你这是暴殄天物！晚辈已经考虑清楚了，想要尝试一番，还请前辈成全。哼，不知天高地厚。罢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2枚血蚕卵，外加桑树苗，若你真有命养活，产出的血蚕丝，灵虫阁无限量收购，绝不让前辈失望。
奇。外界看来里面就是迷雾，而有了这迷雾小镇，筑基期以下休想探查我院中半分虚实。小兰，再乱放屁，以后没血喝。主人，小白想要一个超级大的水池泡澡。好，自己去训练场那边挖一个，顺便把桑树苗种到灵田里。主人，小强去外面给您抓几只仙鹤回来烤着吃，保证神不知鬼不觉。站住！太玄门内强者如云，你若是招惹了结丹期大佬，我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可是小强好想大展身手啊！想出去可以，但必须将藏龙诀修炼到第2层。只要能完全屏蔽筑基修士的感知，除了内门核心区域，这太玄门你大可去的。主人万岁！小强这就去闭关。最难养的灵虫，连内门弟子都束手无策。我倒要看看，在我的虫皇血脉面前，你们能有多难养！想要降服5星灵虫，只能用最原始也最霸道的方法。起作用了。臭死老子了！你这蠢虫，找死啊！我这养的都是些什么活宝？罢了，等雪蝉孵化，希望它们能正常点。是火属性灵草，居然变异出了喷火爆炸的能力，这破坏力都快赶上炼气中期的全力一击了。我的灵石，这俩吃货30株寒霜草不到1个月就啃完了，现在连冰块和沙子都不放过。没钱了，彻底没钱了！血蚕的食量还在暴增，最多再撑10天，他们就要断粮了。想要快速赚取灵石，只能去接那些九死一生的凶险任务，或者去访视黑吃黑。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绝对的实力。5行金刚宫第1层，今日必须达成。我命由我，区区根金之气也想弑主，给我拧！呼，第1层终于达成了。肉身如铁，飞剑难伤，这5行金刚宫的防御力简直恐怖。凭借现在的肉身强度和力量爆发，炼气中后期的修士只要被我近身，就是死路一条。小白、小强、小兰，开饭了！这食量又翻倍了！库存的寒霜草连3天的量都不到了，再这么吃下去，你们非把我连皮带骨头一块嚼了不可！养虫如烧钱，靠杂役那点俸禄，连塞牙缝都不够。宗门任务来钱太慢，访视正规交易又容易被盯上。看来是时候去外面的世界接点见血的活了。黑沙会的那些杂碎，还有那些腰包鼓鼓的劫修，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死神了吗？唉，照这个吃法，我就是去抢，也养不起你们这2个大味田。看来只能接点危险的悬赏任务。这是血蚕丝，蚕一和蚕二才刚出生1个月，竟然就吐丝了。手册上说，检验血蚕丝品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试它的韧性。韧性不错，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力量。能承受 0.1 烈马之力是下品， 0.5 是中品，能承受3烈马之力以上的是上品。蚕一和蚕二刚出生就能吐出上品血蚕丝，极品法器供不应求。这上品血蚕丝的价值绝对能让我一夜暴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现在只是个炼气1层的杂役，若是拿着上品血蚕丝去访视抛售，恐怕还没走出大门，就会被那些贪婪的劫修和内门弟子撕成碎片。看来
得去找个门路广、靠得住的中间人了。王胖子，这笔大买卖就看你有没有胆子接了。快看，宋凌天又上场了，他已经14连胜了。若是再赢下这一场，就能拿走150块灵石的赌注。他的对手可是雷雨峰的狂熊师兄，那可是将莽牛劲练到大元的狠人，肉身强悍无比。宋凌天怕是遇到硬茬了。吃我一记震天锤！你的动作太慢了。我认输。一剑，又是一剑秒杀，太强了！这剑道天赋，简直就说是为了杀戮而生。长生会有他这柄绝世利剑在，何愁不能斩破前方的荆棘？这家伙到底背着我们做了多大的局？行了，你们都退下吧，我和叶兄弟有要事相商。是王少爷。叶老弟，你看看，这是咱们长生会目前的成员名单。短短几个月，我已经招揽了60多名外门和杂役弟子，其中炼气3层以上的就有10几个。你和宋凌天那座大冰山就专门负责在外头打架立威，把咱们长生会的名头打响。至于这内部运营、资源调配、情报收集的活，全包在我王胖子身上。咱们3兄弟联手，这太玄门外门迟早是咱们的天下。王兄的经商手腕，我自然是信得过的。不过我今天来是有件棘手的东西，想走你的渠道脱手。哦，什么好东西？只要不是宗门明令禁止的邪修功法，我王胖子就算挖地3尺，也能给你卖出个好价钱。1两5钱的血蚕丝。嗨，我当是什么稀罕物件，不就是血蚕丝吗？下品的还是中品的？放心，老哥保证神不知鬼不觉给你换成灵石。上品。你说什么？老天爷，上品血蚕丝，这可是能打造极品法器的顶级材料，内门那些长老和天骄都打破头抢的好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算了，我不问。极品，纯度极高，这要是放到黑市上，绝对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叶老弟，这货我包了，市价1两是100灵石，为了走暗线打点，我按90灵石1两给你算，绝不让你吃亏。这是100块灵石定金，剩下的等我卖出去了，一分不少的补给你。以后有这种好货，只管砸给我。合作愉快，王兄，财宝动人心，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五行混元诀，整整1年了，折磨了我6次。今天就算拼着经脉寸断，我也要将你彻底拿下！哼！压下去，给我压下去！前6次，我都败在肉身无法承受这灵力的互相侵扰，但现在我已经练成了5行金刚功。第7次，给我破！撑住，肉身不毁，这功法就别想吞噬我。就是现在，给我拧！五行混元诀第1重，终于成了，永久暴增5常的法力底蕴。现在的我炼气3层之内，谁能接我一拳？主人羞羞，怎么又不穿衣服就下水啦？小白，你是妖兽，我是人修。再说了，你以前不是天天跟我一起泡在这水池里吗？现在怎么还懂得害羞了？那是小白以前还没长大，还不懂事嘛。而且小白以后可是要修成妖丹，幻化成人的。书中说，人乃是天地之灵，只有修成人身，才能拥有真正的大智慧和大悟性。行，有志气，我等着你修成绝世妖姬的那一天。不过，你们几个小家伙现在的聪慧程度，已经让我这个当主人的都自叹不如了。那还不是因为主人养得好，血气喂得足。对了，小强和小兰今天又出门去行侠仗义了。这2个混世魔王，
不知道今天又是哪家倒霉催的库房要遭殃了。这成色，绝非普通外门弟子能拥有的底蕴。你们两个这是去抄了哪个仇家内门师兄的老底？百年野山参，大成金刚功，第一重混元诀，太玄门这潭死水，是时候被彻底搅动。干得不错，既然是送上门的机缘，那就不客气了。好霸道的药力，肉身强度又提升了一截。如今就算硬扛炼气中期修士的法术，我也未必会吃亏。灵兽峰高级杂役弟子叶灵，有宗门任务分配至你名下，速来太玄峰任务亭，任务紧急，不得有误。这么快就来任务了，看来凡尘间不太平。小白隐匿，小强藏好。小兰带路。近日，白云郡边陲的跑马镇频发诡异失踪案，半月内已有20余名凡人无故失踪。前期派出的2名外门弟子，目前已彻底失联。初步怀疑有高阶妖魔作乱。此次任务2点要求：第一，查清作祟之物并将其斩杀，若无法匹敌，立刻传讯宗门；第二，查明失踪同门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任务凶险，由内门弟子周元带队。所有人必须听从调遣。在下周元，承蒙宗门信任，担任此次领队。诸位，跑马镇情况不明，敌暗我明。为了让大家活着回来，我定下2条铁律：第一，抵达跑马镇后，任何人不得入睡，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第二，至少10人抱团行动，绝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脱队，违令者按门规处置。是。这周元虽然资质平平，但行事谨慎老练。跟着他能省去不少麻烦。时间紧迫，所有人随我前往非洲堂，即刻出发。是。这一次的妖魔恐怕不简单啊！大家不必过度恐慌，我周元执行任务不下100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哪怕不敌，依托着上品非洲的防御，也足以撑到宗门救援。第一把见血的刀要出鞘了。县长终于来了，救救我们跑马镇吧！老人家莫慌，把这几日发生的事情详细说来。回县长，一开始只是些乞儿不见了，后来都是镇上的青壮年壮汉，晚上还是在床上睡觉，第二天人就凭空消失了，门窗好好的，一点血迹都没有。甚至连反抗砸碎东西的声音都没听到，几10口子人就这么没了。全是壮汉，且毫无反抗痕迹。情况比预想的严重，现在将队伍分为2组，我带领10人搜查镇西，另一位师妹带领10人搜查镇东。记住，时刻保持警惕，开启法眼。周师兄，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妖气，没有鬼气，这镇子干净的就像是一座死城。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如果连一丝痕迹都抹除得干干净净，说明对方的实力或者隐匿手段远在我们之上。主人小心，这院子里有东西。你能察觉到？法眼看不出。但小白对气味很敏感，空气里残留着极其稀薄的煞气，而且还夹杂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魔气。魔气？难道是魔修作祟？周师兄，不用找了。叶师弟，你发现了什么？这里有魔修的味道。县长，求县长救救我儿啊！昨晚我一直守着他，可到了后半夜，我不知道怎么就睡死了过去。一睁眼，我儿就没了。起来吧。叶师弟说此处有魔修痕迹，我等法眼却毫无察觉。为了稳妥，我且验证一番。李大娘，你暂且退到院外，
此乃中品法器纳气法球，能强行抽离并显化隐匿在虚空中的气息。是煞气，极重的煞气！啊，真的是魔气！叶师弟，多亏了你，能驱使鬼煞，又带有如此精纯的魔气，这绝对是销声匿迹多年的魔门玄冥宗妖人。能神不知鬼不觉掳走那么多人，甚至让2名炼气4层的同门毫无还手之力，这妖人的修为极有可能高达炼气7层，甚至8层。每人1颗，这是精元丹，吞下它可保3日不眠，精神高度集中。都不要怕，这精元丹算我的。任务结束后，诸位在任务亭填报销单时，损耗皆可上报。只要我们抱团死守，等他自投罗网，定叫他有来无回。炼气后期的魔修，太玄门的任务果然不是过家家。我的灵诀在疯狂示警，有什么极度危险的东西过来了。镇西边缘发现魔宗，全员汇合，准备夹击。收到。不对劲，这股魔气的浓度比周师兄预估的还要恐怖得多，这绝对不止炼气7、8层。嘿嘿嘿嘿，太玄门的雏鸟，老祖我正愁血石不够塞岩缝呢，你们就自己送上门来。结阵诛魔！大胆魔道妖人，你已被我太玄门包围，现在束手就擒，斩魔堂或可对你从轻发落。被包围的一直是你们。是迷雾大阵！大家不要慌，立刻御剑升空，只要离开地面就能脱离阵法范围。怎么回事？法力完全无法运转。没有毒气侵入的痕迹，这绝对不是外毒，唯一的可能是出发前吃下的精元丹。周兄干得不错，这甲子丹是你应得的奖赏。哼，19个上好的炉鼎和僵尸材料，大丰收啊！他们对我都非常信任，希望师兄能让他们少经历一点痛苦。周老弟，你既然选择在我玄冥宗交投名状，就别搞这套虚伪的正道做派。太玄门能给你什么？你为门派出生入死数10年，换来甲子丹了吗？在我们魔门没有规则，只有欲念，想要什么就不择手段去抢，彻底放开自我吧，迎接你的新生。师兄教诲的是，正道的确可笑。咦，竟然还有一个没倒下。虽然中了剧毒没法反抗，但这小子皮相不错，切莫伤了他。卖给门内的师姐师妹当炉鼎，绝对能卖个好价钱。师兄放心，交给我。叶师弟，修的是炼体功法吧？抗毒能力确实惊人。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我要说没听到，你会放我一条生路吗？抱歉，不能。在打晕你之前，我想听到你用最难听的话骂我，这样我心里或许会好受点。我想求得长生，我不想化作黄土。这长生路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你们死就是我亡。20年未动的瓶颈，今日堕入魔道竟然破了，炼气7层，原来我天生就适合修魔。师弟，乖乖当我的长生垫脚石吧，随我回玄冥宗做一辈子炉鼎。炼气3层的屁屁虫。叶师弟，你该不会指望这恶心的玩意儿来挡我的飞剑吧？先灭你的灵虫，断了你逃跑的念想，给我死！这股气息，不！我也会记得我在修仙路上杀过的每一个人，不过我不会复活你们，因为你们都该死。变异灵虫竟然能一击轰杀炼气7层的周元，你到底是谁？呵呵，好小子，竟敢无视老祖！那虫子放完一招已经废了，我看你现在拿什么跟我斗？他就是你们的仇人，给我上去，把他的血肉撕碎，连灵魂也一块吞了！
将士听令，杀了他！偷了。我的控石灵和百鬼阵盘呢？你的法器不错，现在归我了。以崇皇古界对神识的加持，强行抹除一个炼气期魔修的烙印，易如反掌。现在，猎人和猎物的身份互换。这不可能！我可是炼气9层啊！你一个区炼气3层的废物，怎么可能瞬间抹除我的灵魂烙印？周元没告诉你，我是重修吗？重修？难道刚才那道黑影？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也尝尝被自己养出的怨鬼分食的滋味。将士厉鬼，听令！还我命来！仇人杀！滚开！你们这群畜生！疯了！这小子就是个怪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恶心玩意儿！给我死！拔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利器？这是太玄剑法，一只蟑螂会剑法。你的飞剑不错，现在它是我的了，认不认主不要紧，能砍人就行。会说话，筑基大妖，神行千里，击！好险，差点栽在一个炼气3层的小鬼手里。那到底是个什么诡异的重修天骄？不行，我必须立刻赶回宗门，将此事上报。趁他还没成长起来，必须将他扼杀。跑这么慢，等你半天了。我不管你是个什么怪物，区一只虫子也敢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给我去死！血煞大手印，杀！很多修士都死于话多，你这魔修话比那叛徒。不可能！普通炼气8层怎么会这么弱？原来炼气8成的魔修弱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我之前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你到底是谁？玄冥宗魔修作恶多端，为了炼尸屠戮凡人。今日我代表太玄门赐你万鬼尸身之刑。撕碎他！仇人的魂魄！斩草除根，你的灵魂知道我太多秘密，留你不得。小强、小白，回来。这应该是纳灵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失踪的凡人和同门。还好，没来晚，还能救下这么多人。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在家睡觉吗？是仙长，太玄门的仙长来救我们了！多谢仙长救命之恩。尔等都被妖人擒获，如今妖人已被我斩杀，你们安全了。是仙长。你们几个强壮的，将我这3名中毒昏迷的同门背上，随我回镇子。把他们放下。毒性快压不住了，五行金刚功的抗性力也到了极限。灵寿峰高级杂役弟子叶灵汇报，带队修士周元勾结魔门叛变，魔道妖人与叛徒皆已被斩杀。但我等11位同门身中剧毒，特发太玄符咒，请求增援急！终于撑到了。没死啊！醒来就好，你体内的毒已经解了，很快就没有大碍了。弟子叶林见过张管事，多谢管事救命之恩。灵寿峰收到你的求援符照，我便立刻驾驭非洲赶来。所幸那毒丹主要是让人沉睡，无法调动法力，并不致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且与我交代一下本次任务的整个过程吧。此事牵扯太大，周元和魔修的死因瞒不住，若是撒谎被戳穿，反而会引来宗门严查。
倒不如半真半假的坦白一部分底牌。回禀管事，我等在阵外遭遇伏击，周元利用毒丹暗算我等。弟子因修炼五行金刚功，对毒素有一定抵抗，强撑着没有昏迷。为了自保，弟子迫不得已动用了自己私下培育的2只变异灵虫，一只重创了周元，另一只则拼死斩杀了那名炼气8层的魔修。你用2只灵虫击杀了一个炼气7层和一个炼气8层？是，弟子侥幸培育出了2只发生正向变异的灵虫，其中一只正是您当初赐予弟子的皮皮虫，它变异后能喷吐威力极大的火焰；另一只则是发生了力量变异的甲虫。同时拥有2只正向变异的战斗灵虫，不可思议！老身养虫50余年，也才只培育出1只。不用太紧张，我太玄门绝大部分天骄都有自己的秘密，门派尊重每一位弟子的隐私，默许你们保留底牌。只要你对宗门忠诚，不做出危害苍生之事，宗门绝不过问你的机缘。多谢管事成全，弟子生是太玄门的人，死是太玄门的鬼。好，听振清说是你一人力挽狂澜救了他们，你这次是有大功劳的。管事，这是周元和魔修的储物袋，里面有魔修的百鬼幡、空尸灵。另外，弟子的纳灵袋中还有2具被魔修炼成铜甲师的同门师兄的遗体。事情经过我已经了解，这储物袋本就是你的战利品，待任务何时后会归还于你。至于那2具铜甲师，他们为宗门战死，如今大仇已报，门派会将其焚烧，送入太玄楼下风光安葬。作为补偿，门派会按市价给你发放300枚下品灵石，你可有异议？弟子没有异议，只希望宗门能超度那百鬼幡中的厉鬼，他们生前皆是被屠戮的可怜人，弟子不愿将他们当作兵器驱使。若不是知道你曾经一剑废了同门丹田，老身真会以为你是个心慈手软的善人。既然如此，百鬼幡和控尸灵也没了用处，我让宗门将其分解为炼器材料，折算成灵石一并给你。多谢张管事费心。叶林，你这次不仅立了大功，更是大大长了我灵寿峰的脸面。这是3瓶聚气丹，是我私人给你的奖赏。3瓶聚气丹，价值150枚灵石，这管事真是财大气粗。有了这些，我修炼的速度又能翻倍了。谢管事赐丹，弟子定不负所望。炼气3层斩杀炼气8层魔修，整个寻龙山脉修仙界，你也是独一份了。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太玄门货真价实的重修天骄。叶师弟，若不是你力挽狂澜，我们此刻已成魔修习师的材料了。这株300年份的利剑草，聊表师姐心意，请务必收下。师姐言重了，除魔卫道本就是我辈本分，大家同门一场，理应互相照应。叶师弟，以前是我坐井观天，还嘲笑过你的皮皮虫，我真是瞎了眼。这是3枚聚气丹，还望师弟莫要嫌弃。叶师弟，这是2把下品飞剑，英雄出少年啊！以后在宗门，谁敢动你，就是跟我过不去。各位师兄师姐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发财了，发财了！光是这波人情礼，少说也值个200-300灵石。果然富贵险中求，大家结社不如让人主动送钱。那师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了，宗门已到，大家各自回峰休养。叶林，你直接回灵寿峰宿舍，这几日不要乱跑，等待宗门传召与后续重赏。遵命。这次跑马阵之行，差点要了我的命。周元那种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师兄，为了区区1枚假子丹，竟然能毫不犹豫地毒杀所有同门。修仙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残忍和现实。以后，不管是谁给的丹药，绝对不能盲目吞服，这是铁律。主人不必过于忧心，小白对气味非常敏感，主人以后可以多去坊市逛逛，让小白记住所有丹药的气味。以后若是有人在丹药里动手脚，小白一闻便知。好主意，既然如此，现在就来排查一下。小白，把这些都闻一遍，看看有没有不对劲的。主人，这些丹药都没问题，只有几瓶聚气丹的品质稍微差一点点，但炼制材料和药性都是安全的。很好，既然安全了，那就该清点一下这次的真正收获了。有了这些底蕴，我的虫群大军是时候真正成型了。100、200，足足400多块下品灵石。有了这些，加上同门送的丹药，我至少半年不用再为资源发愁。主人，有了这么多灵石，是不是可以多买一些上好的妖兽肉？小白最近总觉得使不上力气，像是要突破了。放心，少不了你的。不过在此之前，得先让小兰出来透透气，她在古界里憋坏了。走，去院子里透透气，
顺便规划一下接下来的修炼。这老头是谁？连灵兽峰的禁止都能视若无物，而且我完全感受不到他的修为气息，难道是元婴老怪？哎呀呀呀！居然是会放爆炸屁的屁屁虫，好玩，太好玩了！不知这位前辈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小子，你这虫子真有意思，能不能借老头子我耍2天？前辈说笑了，这灵虫乃是晚辈性命交修之物，实在不便出借。况且晚辈也不知前辈要如何耍。1天100灵石，老头子我只是借去研究一下他放爆炸屁的原理。要是能让我养的那几千只屁屁虫都学会这一手，以后逢年过节拿来放鞭炮，绝对惊艳整个寻龙山脉。1天100灵石，这老头疯了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过这钱不好拿，万一他把小兰解剖了怎么办？哼，磨磨唧唧的。这里是500灵石，先借5天，不够再添。这是老头子我的长老谕令，持有此令，你可以随时来灵兽峰后山看你的虫子。以后在宗门谁敢欺负你，就报我孙耀的名号。长老谕令。哈哈哈！乖乖小虫虫，跟爷爷回去放鞭炮喽！虽然委屈了小兰的菊花，但这波血赚。有了孙长老这把保护伞，我在这太玄门算是有靠山了。唉，两位哥哥果然是天纵奇才，这1年多时间修为精进如此神速，小弟真是望尘莫及。他们都有上品灵根和家族资源支持，而我虽然有虫皇骨界和强大的肉身，但表面的炼气1层境位确实太低了。如果不尽快突破，迟早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叶老弟，别谦虚了，你在跑马镇干的那些事儿，现在整个太玄门高层都传遍了。炼气1层反杀炼气8层魔修，老哥我听得心惊肉跳啊！叶兄，那周元虽然只是炼气7层，但能从魔修手中活下来，其实力绝对不弱。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其实也没什么，周元心术不正，被魔修的毒丹反噬，我不过是运气好，利用灵虫的毒术抗性，加上一点阵法陷阱，侥幸逃生罢了。行吧，你不想说，老哥也不逼你。对了，我刚才进门时感觉到一股极强的气息残存，是不是有大人物来过？哦，刚才孙长老来过，借走了我一只灵虫，扔了这个给我。这是孙长老的长老谕令。传闻中，孙长老乃是结丹大圆满的恐怖存在，距离元婴期仅有1步之遥。他的谕令，权力仅次于掌门大印。叶老弟，你发财了！有了这块牌子，在这寻龙山脉，你可以横着走了。既然这牌子这么好用，那以后就当个护身符吧。见过张管事。叶离，你的任务奖励批下来了。鉴于你在此次任务中斩杀叛徒、诛灭魔修、拯救同门有功，宗门特赐你丁级功劳，奖励聚气丹5瓶、灵石500枚，以及去藏宝阁任选上品法器1件的资格。另外，你上交的那枚甲子丹，经过宗门炼丹大师鉴定，乃是一枚废丹。废丹？魔修怎会如此好心给周元真正的甲子丹？哼，这废丹毒性猛烈，吞服极有可能爆体而亡，你切记不可乱服。若想换取资源，可拿去坊市卖给那些寿元将近、孤注一掷的散修，少说也能卖个700-800灵石。多谢张管事指点。还有一件事，峰主已经知晓了你的事迹，从今日起，你正式被列入灵兽峰重点培养名单。重点培养名单？不过，宗门的资源不是白拿的。10日后，太玄帮参与太仓门举行3宗交流战，峰主法旨，你必须代表灵兽峰出战，并且只能胜，不能败。弟子领命，定不负峰主栽培。10日后，我在广场等你。这一个是叛徒周元的，另一个是那炼气8层魔修的，正好用这魔修的遗产作为我大笔夺魁的垫脚石。乖乖，12根下品阵旗，这魔修家底挺厚啊！这丹炉煞气极重，显然炼化过不少生灵，常人根本无法使用。宋兄，听说你灵剑峰有师兄喜欢这种偏门丹炉，你拿去帮我变现，价格合适就行。没问题。炼神诀，这是一门极度危险的精神锤炼秘法，需承受灵魂撕裂之痛，稍有不慎就会变成白痴。
这种要命的玩意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老哥我怕疼。这些丹药和阵旗我留着，飞剑和法衣你们拿去分了吧。10日后的交流战，各方天骄都会出手，我必须回去闭关磨砺剑意了。老弟，好好准备，哥哥我也得回去画几张保命符了。咱们10日后广场见。娘亲，儿终于成为太玄门仙人，等儿修成筑基，就给您吃甲子丹，让您活600岁。娘亲，儿用了40年才练气6层，魔修说只要法力无边，就能让您复生。这是周元留下的信，执念生魔，仙道本就无情，既然踏上这条路，就绝不能被软弱的仙智拖累。叶师弟，500灵石5瓶聚气丹，点清。师兄，我要这件龟纹法盾。师弟真是稳健之人。这龟纹法盾虽无攻击力，但防御力在上品法器中堪称极致。活着才有输出。多谢师兄。早就察觉到有人像苍蝇一样盯着我，终于忍不住了吗？区一个练气1层的废物，也配拿那么多灵石和上品法器？小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乖乖把乾坤袋交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要是敢反抗，今天就留你个全尸！你们说的是这个？死到临头还敢嚣张！一起上，宰了他！怎么回事？炼气8层魔修，他杀了炼气8层的魔修。几位师兄，刚才是说要留我全尸？叶师弟，我们有眼无珠，这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误会啊！叶师弟饶命，我上有8世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灵兽啊！按照门规，低阶弟子不得挑战高阶弟子，但高阶弟子似乎可以随时指点低阶弟子。既然是误会，总得有点诚意来化解吧。诚意，这就是诚意。既然误会解除了，那几位师兄慢走。下次若是还想指点我，记得多带点诚意。抢劫果然是修仙界来钱最快的门路。10日后的3宗交流战，绝不是小打小闹，各封天骄齐聚，必然是一场血战。现在手里灵石充足，是时候去一趟珍宝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了。这位师弟，珍宝阁第1层所售皆不过100块灵石，随便看。若要上2层，可得验资。我要上3层。这灵气波动至少上千灵石，师兄息怒，我这就去请管事。这位师侄深藏不露，老朽是这珍宝阁的管事，3层贵宾区已备好灵茶，请随我来。哼，师侄能上3层，想必是有些大买卖要关照老朽，不知是想买些什么，还是有异宝寄售？我想寄售此物。这是甲子丹，价值上万灵石，能延寿60载的传说神药。你一个炼气期弟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前辈莫慌，看仔细些，那只是一枚废丹。原来如此，经过鉴定，这是一枚5成废的甲子丹。5成废，这废丹也分品级，丹药分下、中、上及4品，废丹自然也有好坏。1成废最好，残留药效极高；9成废最差。而这5成废若能扛过那猛烈的丹毒，至少能增寿20到30年。能增寿30年，那也是无价之宝。前辈，此丹在贵阁寄售，能卖多少灵石？若是直接放在柜台寄卖，预计能卖1500块灵石，但老朽不建议这么做。哦，
前辈有何高见？半个月后，太玄门与太仓门的新秀比试结束，我国将联合坊市举办季度大型拍卖会，届时各宗高层甚至结丹期老怪都会降临。这甲子丹虽然有毒，但对于那些寿元将近、急需续命的老怪物来说，就是无价之宝。放在压轴竞拍，底价至少1200灵石，成交价绝对不可估量。你意下如何？好，就依前辈所言，上拍卖会。哈哈哈哈哈！规矩照旧。滴血成器，我珍宝阁只抽1成手续费。是指这里便是我阁最高阶的丹药区。极品聚气丹我要10瓶，中品解毒丹、上品避障丹各来5瓶，还有上品疗伤丹也给我拿1瓶。出门在外，保命最重要。师侄真是爽快人，一共2100块灵石，2000多块灵石就换了这么点丹药，这炼丹师简直是行走的灵石矿盲啊！买不起，那就只能自己造了。若是能想办法让变异灵虫学会炼丹，那我还缺什么灵石？多谢前辈，告辞。这魔道功法果然处处透着诡异与凶险。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若没有镇压一切的实力，迟早也是别人案板上的鱼肉。这心魔幻境，我闯定了！你听说了吗？昨晚顾玉峰的李师兄强行修炼一本残缺的精神秘法，结果半夜发疯，把自己的眼珠子都抠出来了。怎么没听说？据说执法堂赶到的时候，他正抱着一块石头又啃又咬，嘴里喊着什么鬼啊，神智彻底崩溃了。现在已经被废除修为，扔出了山门。精神秘法反噬太可怕了，一旦陷入心门境，那就是万劫不复啊！神智崩溃，沦为废人。这炼神诀的反噬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主人是在担心炼神诀的心魔反噬？不错，我虽然肉身强悍，但精神力毕竟还是炼气期的底子。若是陷入那尸山血海的幻境中无法挣脱，后果不堪设想。小白，你在古界中参悟了那么多古籍，可有破局之法？主人，您忘了自己最大的挡牌是什么了吗？您可是伟大的重修啊！什么意思？虫皇古界与我们所有变异灵虫之间都缔结了灵魂契约，只要主人在古界空间内开启阵法，完全可以将您承受的恐怖精神压力与幻境反噬强行分担到我们所有灵虫身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以主人的意志，再加上我们分担压力，绝对能扛过那心魔幻境。不过我们可能会沉睡一段时间哦。只要能修成此法，你们沉睡耗费的资源，我10倍补贴你们。炼神诀，给我开！这就是心魔幻境，好真实的压迫感。滚开！放弃吧，睡过去就不痛了。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我从最底层爬上来，绝不倒在这里。大家结阵，帮主人扛住！五行金刚功，给我战！成功了，这就是炼神诀的力量。我现在的神识强度绝对不输于炼气后期的修士，这极限修法实在太烧钱了。高阶丹药消耗极大，必须立刻扩大变异血蚕的养殖规模，加快敛财速度。残1、残2，
我来看你们。好可怕的极寒剑气，连我的大成金刚功都能割破。三宗大比的绝杀底牌成了。底牌已成，接下来该去拜会那位深不可测的孙长老了。在这吃人的修仙界，若能得到一位长老的庇护，接下来的路会好走很多。小辈，此乃后山禁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速速退去，否则禁制无言。前辈息怒，晚辈叶林奉孙长老之命前来探望灵虫，这是孙长老赐予的谕令。孙老头平日里行事疯癫，这谕令可从不轻易示人。你区区一个炼气初期的杂役，竟能入他的眼？晚辈只是侥幸养出了一只让孙长老感兴趣的变异灵虫罢了。年轻人，后山凶兽毒虫无数，切莫乱跑，否则连孙老头都救不了你。跟着这只荧光虫，他会带你找到孙长老的居所，去吧。长老孙耀居所无事勿扰，除非你真心关心蚂蚁。真心关心蚂蚁，这是什么古怪的规矩？好恐怖的气息，每一个竟然都达到了炼气5层以上，甚至还有筑基器的波动。这简直是一支足以横扫千军的人类大军。两位前辈，晚辈叶林特来求见孙长老。切，小子，本大爷乃孙老头做下第一块刀，刀让。我乃灵兽峰第一剑仙剑堂。见过刀让，剑堂前辈。老头在后花园，顺着这条道走就能看到。小子，老头这个时辰正在看蚂蚁，你若有急事，远远看一眼就赶紧滚。若是靠太近，被拉去一起看蚂蚁，连长救都救不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多谢前辈指点。小刚啊，小刚，你我相识整整5年，今日你竟如此凄惨的战死沙场，你的家园被践踏，子孙沦为敌人的腹中餐。丫头，你告诉我，他拼死拼活5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他这一生值得吗？师尊，徒儿可以拒绝回答这道送命题吗？朽木不可雕也。小子，你过来，小刚的悲惨经历你都听见了吧？你来说说，小刚他值得吗？回长老的话，若要听真话，晚辈觉得是您想太多了。我想太多了。众生降临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他们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活下去，延续种族，就是他们生来的使命。小刚如此，小刚的敌人亦是如此。这世间本就是弱肉强食，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哪里有什么值不值得？他们只是在拼命的活着。为了生存，拼命活着，没有值不值得。好小子，老夫寻觅100年，终于遇到了一个能看透这世间本质的人。老夫今日便收你为关门弟子，你可愿意？关门弟子，这就意味着我从一个随时可能被捏死的杂役，直接变成了与各大峰主平辈的存在。在这残酷的修仙界，这可是天大的靠山。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好，好，好，快起来！老夫100年未曾收徒，今日终于得偿所愿。小子，这是你青瑶师姐，以后在宗门里，要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你，就报她的名字。她可是咱们灵兽峰的峰主。叶师弟，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修行上若有不懂之处，
尽可来问我。多谢青瑶师姐。老夫今日收你为徒，也是为了留下一脉衣钵。老夫的元婴大劫快要压不住了。师尊，您不是说还能再压制50年吗？怎么会这么快？天道无常，岂是人力可随意揣诺？若能度过此劫，老夫便可重获千年寿元，逍遥天地；若不过，那便是形神俱灭，灰飞烟灭。所以叶小子，在老夫闭死关之前，必须让你拥有足够的自保之力。马上就是3宗大比了，以你现在的灵根资质，想要在那些怪物手中活下来，远远不够。好恐怖的灵力，这是什么丹药？此乃老夫花费数10年心血，走遍千山万水，收集灵药，请宗门首席炼丹大宗师炼制的绝世至宝——上品生灵丹。上品生灵丹，这等逆天改命之物，足以让整个寻龙山脉的结丹期老怪强迫头颅。小子，这生灵丹不仅蕴含极为庞大的五行本源之气，更能强行拔高你的灵根品质。若是运气好，甚至能让你的五行中品灵根全部蜕变为上品。多谢师尊赐宝。师弟，不好！这丹药的五行之气太过狂暴，它只有炼气初期，这凡胎肉体根本承受不住，必须强行压制药力，否则它会爆体而亡。别碰我！这点痛算什么？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这区区药力？我能忍！胡闹！这股力量足以撑爆10个你，立刻停下抵抗，让老夫引导药类。我不，既然这药力如此狂暴，那我就把它当做淬体的燃料。五行金刚功，给我转！疯了！他竟然想借助生灵丹的恐怖五行之气，强行冲击五行金刚宫第3层，这简直是在地狱门前走钢丝！这小子对自己竟然比对敌人还要狠，此等心性，何愁大事不成？师姐莫怪，力量突破太猛，没控制住。好，不仅熬过了灵根重塑，这肉身强度竟然真的强行拔高到了五行金刚宫第3层，整整6头烈马之力，老夫果然没看错人。师弟，快来测测看，生灵丹帮你将哪几种灵根提升到了上品？五行上品，这怎么可能？古往今来，吞服生瑶丹能提升2、3种已是极限，你竟然5种全中！老夫的徒弟自然是气运之子。炼气初期又如何？这一次3宗大比，谢灵来了！6头烈马之力，这便是五行金刚宫第3层的恐怖力量吗？好小子！不仅扛过了上品生灵丹的爆体之险，还能切机淬体，你这股子狠劲儿，深得老夫真传。师弟，你方才可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若非你意志远超常人，此刻怕是早已爆体而亡了。此乃我亲手炼制的雪莲宝玉，催动后可形成一道法力结界，即便是筑基期修士，想要攻破也需耗费2天2夜。师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3宗大比凶险万千，你不仅代表灵兽峰，更是师尊的关门弟子，收下，滴血认主。去，这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显眼怕什么？有这保命符在，遇到危险只管开结界。你师姐感应到后，眨眼就能杀过去救你。
丫头，以后叶小子就住你那青瑶宫了，地方大，灵气足，你当师姐的多照看照看。师尊，这使不得。青瑶宫乃是封主清秀之地，弟子一剑难修，入住实在多有不便。我身上有虫皇古戒这等惊天秘密，若与师姐同住一处，稍有不慎便会暴露，绝不能答应。师弟放心，青瑶宫占地极广，你我住处相隔100丈有余，修仙界界谁没有几个秘密？只要你不说，师尊与我都绝不会私自探查。大老爷们扭扭捏捏干什么？你师姐都不怕，你怂个屁！就这么定了。丫头，去安排厨房弄点好酒好肉，老夫今日要庆祝庆祝。是，师尊。叶小子，你看这只，老夫叫他小浪。这家伙身手矫健，多次冲入其他蚁群厮杀，还能全身而退，绝对是蚁中天骄。师尊，徒儿更喜欢看这只。这只残废了，又抢不到食物，不出半日就得饿死，有什么好看的？蝼蚁虽微，但求生之欲可吞象。它虽然残疾，虽然饥饿，但它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一直在往食物的方向爬。好一句求生之欲可吞象！老夫看了几百年蚂蚁，竟然不如你一个小娃娃看得透彻。叶小子，老夫后悔收你当徒弟了。你这心境跟老夫简直是忘年交。走，咱们今日就在这蚂蚁窝前斩鸡头拜把子，以后咱们兄弟相称。师尊，您别开玩笑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礼法不可废。不拜也罢，不拜也罢。走，为师带你去看看，咱们灵兽峰在这大争之势，横行修仙界的真正底牌。叶小子，老夫去看了你养的那只皮皮虫，长得不错，是个变异的好苗子。多谢师尊夸奖，小兰能变异出爆炸屁，徒儿也觉得是运气使然。哼，放屁的运气！你真当变异是天上掉馅饼？老夫问你，你平时是不是专挑火系灵草喂它？确实如此，小兰对其他灵草兴趣缺闻，唯独对火系灵草情有独钟。这就对了，他吞噬火系灵草，赤火之气积聚体内，放屁时与晦气混合，接触空气便会产生剧烈爆炸，这便是他变异的真相。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是他血脉特殊，没想到竟是因为定向吞噬了火系灵草。孙长老不愧是玩虫子的祖宗，一眼就看穿了本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原理，老夫且考考你，若要让你批量培养出100只、1000只像小兰一样能放爆炸屁的灵虫，你该怎么做？皮皮虫智慧低下，无法自我控制。若要量产，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从幼虫破壳起，断绝一切杂食，只提供火系灵草，强行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惯；第二，通过严酷的行为训练，让它们形成条件反射，听从指令，统一放屁。好小子，一点就透！寻常弟子连一只变异灵虫都养不明白，你竟然能瞬间领悟定向喂食与行为训练的量产真理，你这脑子简直是为育虫而生的！接下来的3宗大比，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并在大比中立下战功，扬我灵兽峰神威，老夫便向宗门申请，将太玄门最高机密地阶绝学乾坤育虫诀传授于你。将灵虫之力加持于己身，多谢师尊，弟子定不辱命。叶小子，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这便是能让你未来称霸修仙界的无尽虫海。这么多，这简直就像是流水线。震惊了，你那几只小打小闹的灵虫，在老夫这工业化修仙的虫海面前，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别以为宗门会白白给你提供资源，修仙界财履法地才排第1，没有海量的灵石，你拿什么养活这几万、10几万张嘴？想变强，就必须先学会怎么搞钱，怎么掠夺资源。老头子说的对，我之前只靠血蚕慢慢吐丝，效率太低了。血蚕既然变异出了极寒冰丝，那就不该只当材料卖，那可是能杀人的大杀器。若能将冰丝炼制成暗器，或者配合阵法大面积绞杀妖兽与魔修，那将是滚滚而来的银之瀑布。看来你悟了，走吧，老夫带你去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上位者该有的生活。师尊，既然修仙就是掠夺，
那接下来的三宗大比，就是我叶林扬名立道、疯狂敛财的最佳猎场。我要让那些天骄身上的灵石全部进我的口袋。好，够贪够狠，这才是老夫的徒弟。走，去你师姐那儿吃顿好的，老夫给你上大比前最后一课。饿死本座了，老头子怎么还没带师弟过来？师尊、师弟，你们来了。本座方才正在为这些菜肴试毒，最近魔道猖獗，不得不防。师姐高义，为了师尊与我的安全，竟以身试毒，师弟佩服。行了行了，装什么大尾巴狼？赶紧吃，老夫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师尊，这骨头比玄铁还硬，您怎么硬？再硬能有命硬吗？吞下去，吞下去就能活。老夫吃骨头是为了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年在凡尘泥潭里挣扎的痛。叶小子，你给我记住，不论你未来修成元婴还是化神，绝不能丢了你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狠劲儿。修仙界吃人不吐骨头，你若不够狠，迟早变成别人的踏脚石。师尊放心，弟子的骨头比他更硬。接下来的三宗大比，我定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天骄有来无回。好小子，这才是我孙徒子看中的传人。修仙界就得有这股吃人不吐骨头的疯劲儿。今晚好好休息，明日来后山，为师教你真正的御虫杀人之术。师尊他老人家找了100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一个满意的衣钵传人。师尊的元婴大劫将至，凶险万分。你是他意志的继承者，我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更不要让他在大劫前心境受损。我绝不会轻饶了你。师姐放心，叶林就算粉身碎骨，也定会在大比上夺魁，绝不让师尊蒙羞。这是我的封主谕令，你拿着它，你可以随时出入青瑶宫。我在200丈外的偏院为你安排了住处，灵气比外门充沛10倍，你去那里住下吧。多谢师姐栽培。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让师尊开心，师姐以后罩着你。师姐，我已经20岁了，不是小孩子，请不要动不动就摸我的头。哟，20岁很大吗？师姐我可是活了30年呢，比我弱就乖乖被我摸，等你哪天打得过我了，再反过来摸我呀。可恶，弱就是原罪。给我10年时间，把你这高高在上的师姐按在地上疯狂揉脑袋。三宗大比高手如云，我虽然练成了5行金刚功第3层，但神识强度还不够。魔道秘法炼神诀虽然凶险，但只有在极限痛苦中强行冲关，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让精神力产生特变。炼神诀，给我破！凝神静气，守住灵台。你疯了吗？为了追求力量，竟敢强行吞服狂血丹去冲击魔道炼神诀的反噬。说我晚来半步，你现在已经爆体而亡，神魂俱灭。大比在即，那些天骄底蕴深厚，我若不走这种极端之道，拿什么确保万无一失？我绝不能让师父失望，我要赢下所有的资源。想要磨砺神识，抗拒心魔，靠这种愚蠢的自残方式是不行的。既然你有这份骨气，师姐成全你。炼神诀的核心在于对抗极限压迫，
今日本座便以结丹期神识为你构建生死幻境，撑不住，你的精神就会彻底崩溃，变成白痴。来！感受真正的绝望吧。放弃吧，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坚持毫无意义。只要你低头认输，痛苦就会立刻停止。我谢林从林府里爬出来，走到今天，绝不是为了向任何人低头。师姐，就这点程度吗？你这威压太弱了！狂妄，那本座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粉身碎骨。给我破！竟然真的扛过去了，这怪物的意志力简直非人类。连灵兽都这么护主，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灵宠。神识强度足足提升了3倍，现在就算直面筑基期强者的威压，我也能保持清醒了。醒了，看来昨晚的特训效果不错。多谢师姐成全。距离3宗大比还有些时日，在此之前，宗门接到了太仓门的邀请，10日后将举办一场2宗新秀交流赛，地点在万山郡。交流赛，如果是那种互相切磋点到且止的无聊儿戏，我可没时间去。太仓门这次下了血本，交流赛第1名的奖励是整整1万块下品灵石，外加3枚极品筑基丹。1万块灵石，去！这交流赛我必须去。你这见钱眼开的性子，到底随了谁？师姐，修仙讲究财律法地，没钱我拿什么养灵虫？这哪是交流赛，这分明是去太仓门进货。你呀，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太仓门的天骄们，你们这群肥羊，准备好被我洗劫一空了吗？太仓门的天骄们，你们这群肥羊，准备好被我洗劫一空了吗？洗劫太仓门天骄，师弟的口气倒是不小。师姐去而复返，可是有什么遗漏的交代？你可知太仓门为了这次新秀交流赛准备了什么怪物？那是一个天生极品火系灵根的顶级天骄。入门当天，太仓门2位峰主为了争夺他，甚至大打出手。此人除了灵根霸道，更掌握着太仓门的顶尖火系杀招。极品火灵根，若是被他的火系术法正面击中，就算我有5行金刚封护体，恐怕也会被烧成灰烬。师姐，极品灵根确实棘手，但那1万块灵石和3枚极品筑基丹，我势在必得。很好，没有被吓退。不过以你现在的修为，对上他毫无胜算。本次参加比赛的弟子，最低也是炼气4层，所以我要你在接下来的8天内突破至炼气4层。8天，突破到炼气中期？师姐，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有你师姐帮忙，别说炼气4层，就算上天也不是问题。见过师尊。免了，免了。丫头，掌教那边的密令我收到了。师尊，寻龙山脉地窟那边，魔道妖人又闹事了。一群跳梁小丑，地窟里的灵石矿脉事关宗门根基，掌教让我立刻前往镇守一段时日。徒儿，为师本想多教导你几日，但宗门有难，不得不去。临走前，为师教你一套流水线养虫之法，你且看好。这是雪蚕和千丝珠。雪蚕只吃冰灵桑树的叶子，吃饱了便吐丝；千丝珠不吃叶子，专门吃雪蚕吐出的乱丝，然后在旁边结出整齐的蛛网。如此一来，不需要人工干预，灵虫自己就能产出高品质的雪蚕丝，这就叫流水线，懂了吗？徒儿明白了。用灵虫管理灵虫，形成自给自足的闭环，不仅能提升品质，还能省下大笔雇佣人工的灵石。孺子可教，为师不在的日子，你就听你师姐的话，好好修炼。丫头，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给我狠狠地操练他。师尊放心，徒儿定会好好照顾小师弟的。师尊的流水线需要大量灵石买聪明的灵虫，但我有虫皇血脉，我的精血就是开启灵智的最好钥匙。小强、小白，交给你们了。成了，有了这套系统，源源不断的高品质血蚕丝就能换成灵石，我的灵虫大军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接下来就是全力冲击炼气4层。徒儿们，为师去也！等为师回来，带地窟的特产给你们尝尝。师尊走了，接下来的8天，准备好迎接真正的地狱了吗？师姐，放马过来吧！既然你要面对极品火灵根的天骄，那就让你提前体验一下，什么叫绝望。这幻境的真实度比上次强了10倍不止。第1招，岩蛇舞。好快的速度！五行金刚术，给我断！给我碎！不够，这种程度还烧不死我。既然如此，那就尝尝这一招。就是极品火灵根的底牌吗？想压垮我？老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凭你也配？师姐，这点火太弱了，再来点猛的！就这点本事？狂妄！既然你想找死，我成全你！不能跪，跪下就输了。给我破！能在结丹威压下强行突破，小师弟，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多谢师姐成全，这地狱我趟过来了。太仓门天骄，希望你的灵石够买你自己的命。炼气4层彻底稳固，五行金刚箍第3层也圆满了。现在的我，哪怕不依靠灵虫，单凭肉身也能锤爆炼气中期的修士。速来大殿集合，太仓门交流队已至，
今日辰时出发前往太玄广场，只许胜，不许败。第一美和第一帅的宏愿，师姐，你这野心可不小。不过，这正合我意。这哪来的杂役？炼气4层也配来参加3宗交流赛？灵兽峰是没人了吗？师兄别这么说嘛，这位小师弟虽然修为低了点，但长得可真是俊俏。小师弟，待会儿比斗要是害怕，就躲在师姐身后哦。肃静！峰主大殿前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叶林，入列吧。今日之战关乎宗门荣耀，切莫大意。叶林明白。起。登舟，前往太玄峰。叶老弟，你可算来了！胖爷，我还以为你闭关错过了呢。炼气4层，你这气息似乎比之前更内敛，略有突破。你们准备的如何？胖爷，我符箓带的足足的，保证炸的太仓门那些孙子哭爹喊娘。情报上不是说太仓门只有5个炼气7层吗？这怎么多出来2个？那2人气息虚调，显然是昨夜刚用丹药强行冲破的瓶颈。太仓门为了这次大比，真是处心积虑。7个炼气7层，我们太玄门一共才3个，这还怎么打？根本就是单方面屠杀！王护法，我派弟子资质愚钝，也就这几个刚突破炼气7层的娃娃还算拿得出手。待会儿还请太玄门的高足们手下留情啊！本次比试，无论对手如何强大，尔等务必血战到底。凡口头认输未尽全力者，本归处置。但宗门绝不会亏待功臣。我宣布，今日比斗每赢下1场，除了常规奖励，宗门额外重赏400块下品灵石。400块灵石，50个人就是2万块灵石。这哪是对手？这明明是行走的灵石矿！哈哈哈哈！遇到我李壮算你倒霉！我这上品山脉重剑专克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法术。废话真多，吃胖爷一记掌心雷！来得好！哈哈哈哈！你这点法力全是在给我的重剑充能，再来呀！充能完毕，小胖子，给我下去吧！重剑无锋，斩！王长生这蠢货，明知道对方能吸法力还硬送，输定了。这胖子戏演的真不错。胖爷，我等的就是你战死在原地，流沙吞没，急急如律令。什么？流沙符怎么可能发动的这么快？困阵起，雷火符爆！我认输，我认输！太玄门王长生胜！多谢惠顾，承让承让。天哪！太玄门怎么派了炼气4层的小帅哥上来？对手可是炼气6层的体修陆亮啊！陆亮，你敢打伤小帅哥的脸，老娘跟你没完！炼气4层的小白脸，太玄门没人了吧？老子平生最恨长得比我好看的小子，现在跪下磕头认输，老子还能饶你一命，否则……说完了吗？找死！给老子变成肉泥巴！血战发火！叶哥，快躲啊！跟我比肉身，你挑错对手了。死吧！五行金刚开！这不可能！我的手，我的手！我认输，我认输！啊！
太玄门叶灵胜。一击废体修，这绝不是普通的炼体功法。查，立刻去查清这少年的底细。若是能挖到太极门，不惜一切代价。400石，到手。王护法，你们太玄门藏得够深呢。这种体修苗子留在你们这儿没有炼体功法的破地方，简直是暴殄天物。我太仓门愿出一部玄阶极品炼体功法，换这小子，如何？李道友说笑了，叶灵乃我太玄门弟子，岂是区区一部功法能换的？李道友还是多关心接下来的比斗吧。所有太仓门弟子听令，接下来的比斗，放弃试探，放弃防术。只要对手不主动认输，就给我往死里打，废了他们的经脉，废了他们的丹田，出了事儿，本护法担着。